在上海待了3天后，我居然有了一点新的感悟：世界上只有一个上海，上海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上海常常有一种出离于中国的感觉，我觉得绝不仅仅是因为在19世纪的时候，它作为租界的存在，而在于长达100多年的历史上，上海和这里的人总有一种向上生长，但永远无法割舍故土的情绪。这里早在国家成立以前就形成了西式的社会形态，但他们必须去在包容传统和维护先进文明之间保持优雅。这或许并不能怪上海人，又或许这只是时间问题，但我依然觉得有上海这么个地方的存在，我们总能更靠近我们心中那个理想中的文明。之前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拍上海，为什么不评测一下上海，但我的难处是，上海还需要评测吗？抛开任何的地域情绪，无论你从哪一个角度去打量这座城市，它都是中国最好的城市，而且没有之一。自从1843年开埠以来，上海就成了中国的经济中心，也是亚洲的中心，所以我想这是一座无数的博主都聊过的城市，还有谁不了解这座城市吗？我不擅长经济，但我自诩还略懂生活是什么。这次我们就先走走那些只有在上海才有的地方，感受一下上海的味道吧。我其实对上海并不熟悉，我也没有在这里生活过，就是什么什么西路，什么什么中路，到底是做什么的，有什么历史，哪个名人住过，完全是稀里糊涂。我就知道这里原来有个租界，住过很多外国人，然后各式各样的洋房遍布了整个市区。老实说，我之前并没有很好的逛过上海这些街道，但当我带着相机在这里细细走了一番，这种精致感着实让我有些意外了。外国人在中国建的各种洋楼街道我也去过不少，但他们都很难融入当地人的气质里，甚至香港也没有这种感觉。只有在上海，只有上海人把握住了这种气质，而将其准确地融入自己的生活中，保存了100多年。要不是街上那些被新时代科技大潮冲过来你躲都躲不开的丑陋的电动自行车横七竖八地摆在街上，我也会觉得1920年代的上海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吧。这大概就是上海人的精致，它不是奢侈，不是排场，而是一种习惯。哪怕做一个小小的纸盒，或者一盒蛋糕，一块饼干，也要做得精巧细致。你只要和我一样走遍中国的大大小小城市街道，一定会认同我的观点，就是审美绝对是中国人最大的问题之一。可能有人会跟我说，饭都吃不饱，谈什么审美呢？审美这种东西不一定需要钱，你没有，给你钱你还是没有。所以在这个陕西北路上，审美就变成了一种如此昂贵，但你花钱也买不到的东西。我在中国的其他任何一个城市都见不到有这么精致的气质，这些洋人留下来的东西在上海保存得如此理所应当，而这些新盖的建筑和街边的小店招牌都没有破坏任何一点这条街上的气质，这种气质被上海人保留得相当的地道。我想也和江浙地区的人本身的性格有关，那种精于生活，对于细枝末节的把握，大概是很多别的地区的人望尘莫及的。甚至这些西洋建筑本来都不具有的这份精致，而是被上海人给发扬光大了。甚至在上海人的葱油面里，也好像有一份精致。在上升新所完全都是惊喜，我在这里感受到了一种日式风格和西式休闲生活的混搭。我去日本没有见过，我去欧洲也没有见过，我去美国也没有见过，神奇的上海做到了。100年前这个地方是哥伦比亚生活圈，是侨民的俱乐部，是孙科的别墅。50年前这个地方是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是实验室，是生产车间，
是国家一级科研单位。现在呢，这个地方叫上升新所，是开放的街区，是文化空间，是咖啡馆和书店，是年轻人的打卡地，是外摆和集市的最佳场所。历史一层一层的在这里，谁也不覆盖谁，谁也不否认谁，就那么一起存在。我走进美国海军俱乐部，站在池边看了一会儿，透过拱门能看见一角碧蓝的水。我还头一次见过这种影视剧里常有的建筑。这时候我感叹，这种建筑的功能性真的是异常强大，它能把你瞬间拉到度假模式。100多年前的美国人竟然那么会享受生活了。这泳池是英制的，马赛克贴面，拼花纹样，清晰的像是昨天刚贴上去的。池水是那种透明的蓝，浅浅的，映着天空和四周的拱廊。廊柱是白色的，柱头有简单的雕饰。20世纪80年代改造的2层配套用房还在，现在改成了餐厅。修缮的时候，施工方把池底的马赛克一片一片的检查过，破损的换了，松动的给加固了。颜色不对的调配了新的釉料补上去，原来藏在北立面看头的羊头雕塑也被重新露了出来。现在正对着泳池，那雕塑是什么时候被砌上去的，没人说得清。鸟屋书店在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里，这可能是我去过最漂亮的鸟屋书店了，不，应该是最漂亮的书店吧。日系的风格和美国西部的西班牙建筑合二为一。推门进去，壁炉还在，炉膛里放着几本装饰用的书，原来的木门窗都保留着，重新油漆过，颜色是那种旧的深棕色。书架也是新的，橡木的，高到顶，上面摆满了书。有人在书架间慢慢走着，有人在这里看书喝咖啡，要么还是说日本人会装饰。我都怀疑，真的要让欧洲人来设计，是不是能搞出这样的环境来？这个上升新所真的非常日系，那种细节里处处透着精致整洁，空间的设计也是一股日系风，再加上上海人穿的风格也非常日系，我仿佛又到了东京什么地方。这个世马店门口直接把日本的园林设计给挪了过来。国内其实有很多创意园或者商业空间，但能设计好又维护好的真的没几个。这个上升新所，我负责任地说，就是顶流了。在张园午后阳光下的下午茶简直不要太惬意，这可和在成都的茶馆里的气氛完全不一样。这里不含有半点中式生活，肯定会让这些老外有回家的感觉，也让我这个第一次来到张园的中国人恍惚地出了神，有种身在异乡的错觉。无所谓了，我到哪里都是个外地人，我就当是免签出了次国吧。你们看这个角落，这几种物件和颜色搭配在一起，绝不是随随便便往这里一放就能出的效果。这种隐于闹市的精致，所有人走过来可能都要驻足观赏一下。在这样狭小的空间放下一个世界，南方人的精致感一览无遗。走到这个面包店的时候，恐怕那些专门给外国用户拍短剧的剧组看到这里的装修都要喜笑颜开了。这完全可以不做任何装饰，直接开拍某个欧洲小国的故事。在对西洋生活的理解上，上海人是没有任何障碍的。
take here. Yeah, take here. Yeah. 张园的历史我就不在这里碎碎念了，反正这里曾是上海租界最重要的地方。现在这个大房子已经被 LVMH 给长期包场了。我这次来看到的是泰格豪雅，你下次来又没准能看到迪奥了。我觉得还是这些洋品牌真的懂怎么装饰这些风格的建筑，也可能西洋建筑也是认祖归宗的。如果放个中式的品牌在这里，还真有点格格不入了。庄园我之前从来没有来过，这种精致的确让我有点惊讶。我去过无数的老城古街，也去过不少国家，也能把100多年前的精致传承下来的，在国内大概只有张园了。143年了，从张书和买下这块地开始，到安凯蒂建成，到石库门理论盖起来，到72家房客搬进来，到他们又搬走，到品牌住进来，到游客涌进来，张园一直在变，可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变。它还是那个上海第一名园，还是那个集各种功能于一体的公共空间，还是那个聚集精致、优雅、复古的西式生活聚集地。旧上海什么味儿啊？过去我只在那些影视剧里见过，直到我买了这张百乐门的票，刚一进电梯，那种穿越的感觉就来了。这真的是完全按照当年的氛围一点不差的来复刻的。哎，他到几点？最后到5点钟。5点啊，谢谢。到3里头去带你。好嘞，谢谢。这电梯太棒了，就是这个味儿，你知道吧？它不是那种纯奢华，这二维码有点不好。你看这里，能够可控就可以了。他先把这个接缝的地方练好，然后翻过去。舞台边上到时候放一张方桌，放奖品就够了。1楼要不要迁到台里？1楼。我仿佛有了《闪灵》里这个镜头的感觉。Good evening, Mr. Torrance. Good evening. 这个百乐门毫无疑问就是那种感觉。我想，如果在这里拍一个旧上海的年代剧，貌似直接让演员换上衣服就好了。连这里的服务员都保持了一种老派的风格。我觉得上海人真的很享受那个辉煌的年代。百乐门留有无数名人的痕迹。周璇在百乐门唱过《夜上海》，姚丽唱过《玫瑰玫瑰我爱你》，陈香梅常来这里跳舞。张学良来上海也会来，卓别林也来过，这里就是旧时上海最知名的回忆。我一个人来，我也不会跳舞，看到他们穿的这身打扮，这种穿越的感觉就更加明显了。这里的下午茶180元一个人，带一些糕点和一壶茶，说实话，对于一个不来这里跳舞的人来说，的确不便宜了。但我坐在这个座位上，我发现这是我来上海最值的地方了，因为只有在这里才能让我明白当年上海的真实模样。虽然这里跳舞的人年龄都不小了，但可能这才是最有意思的地方。你可以想象他们当时年轻时候的模样，也可以想象当年上海的繁华，这可能是你看多少部繁花都感受不到的。
最后呢，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跑了一趟上海大世界。现在想想，可能是因为这句“不到大世界，往来大上海”吧。我站在门口想，这句话现在还有多少人是当真的？这个地方1917年7月14日开张，创办人叫黄楚九，上海滩的商业奇才。他给他起名叫大世界，意思大概是这里面什么都有，什么都能让你开眼。后来青帮的黄军荣接手，把这里做得更大，成了远东第一游乐场。这个地方的历史后来也挺曲折，经历了抗战的艰难历史，经历了各种名字的更迭。2003年关门，再到2017年重开，反正现在变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了。我来的时候正好赶上了下午的免费演出，说是每天都有。来这里看节目的人也不太多，好奇心也让我和这些爷叔阿姨们凑在一起看表演。其实只有3场免费表演。我想了想，我上一次看这种表演大概还是30年，那时我还是个小屁孩，看那种乡村马戏团演出。这时候在上海，和一群上了岁数的人，在这个已经100多岁的建筑里，一起看一场极为复古的演出，感受还是挺奇特的，就好像我是专程来怀旧的感觉。这个节目是否好已经不重要了，表演散场后略有落寞之感。其实这也和百乐门里跳舞的人也是一样的，都是对老上海生活方式的一种怀旧。再过几十年，这样的生活是否还存在，我已经不能确认。反正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不再怀念这种生活方式了，可能还真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概看一场少一场吧。走出大世界，旧时光的远去难免让人心生微凉，但时代在变，生活真正的温度却从未消失，只是悄悄回归了每个小家。真正抚慰人心的，往往是推开门的那份清洁和温馨，是懂得替你分担家务琐碎的贴心科技。很多人经常会觉得上海人有些排外，有些傲娇，甚至有时候上海的这种傲娇让他们在脱亚入欧这件事上走得甚至比日本人还要决绝。日本人对自己传统的保留可以说是毫无迟疑的，他们喜欢西方，但绝不会摒弃日本文化，甚至将这种文化放到更高的位置。但你在上海的街上会经常觉得走错了片场，这里哪里是中国？从建筑格调到穿衣打扮，再到生活方式，上海都让我觉得这里已经快要变成欧洲了。我猜大概这就是他们要在市中心把静安寺修得这么高大的原因。如果不是因为有这么夸张的寺庙，人们对于现在身处何国可能都要心生疑惑了。我想上海人就是那种见过世面的人，而对于那些没有见过世面人来说，这的确也会不经意地表达出些许傲娇。不过我倒是不太介意别人有这种傲娇，见过世面的人就是有这种资本的。我倒是希望大家都能见见世面，这样我们的城市难道不会更好吗？好了，这期就是这样，我是博尔飞，谢谢大家。